15个犯人为了让叶晨尽快满意，所有还能动的都在第一时间开始大扫除。他们将许久不换的被褥全都丢进卫生间，留下几个人专门负责清洗，剩下的人则一股脑地开始拼命打扫各处的卫生。至于受了伤的，只要还能动，也都拼尽全力参与进来。断腿的就坐在地上擦下半部分的墙面，断手的就踩着毛巾在地面不停擦来擦去。得益于人多，也得益于面积太小，所以没过太久，一众狱友便将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15个犯人谁都没想到，这间牢房有一天竟然会比5星级酒店还要干净。他们知道，如果叶晨对卫生有半点不满意，他们都免不了一顿皮肉之苦。而且叶晨给的皮肉之苦是真的苦，原本走路都沾鞋的地板，现在已经光亮如新，甚至需要多加小心以避免摔倒。只是房间里的体臭和烟臭味由来已久，一时半会还很难去除。于是叶晨临时又追加一条规矩，任何人不得在牢房内和卫生间内抽烟，否则掌嘴100。这些犯人虽然都有严重的烟瘾，但此时也不敢说半个反对的字。下午5点半，晚餐时间到，狱警前来清点人数，见到受伤的迪恩，他表情格外震惊，正想询问原委，紧接着又看到另外几名断手断脚的囚犯，心中更是震惊不已。再看新来的叶晨，整个人云淡风轻，怡然自得，看不出半点伤痕的模样。他便猜出这一切都是叶晨所为，不过他并没有开口过问这件事情。布鲁克林监狱的规矩，他比犯人还要了解得多。这里的犯人非必要不麻烦狱警，而这里的狱警非必要也不过问犯人内部的事情。监狱从上到下都在贯彻3个宗旨：第一个，别反抗；第二个，别死人；第三个，别越狱。也就是说，只要犯人没冲击狱警，并且还在监狱里，并且没死，剩下的一切都跟他们无关。至于监狱内部监区之间、牢房之间，亦或者牢房内部的矛盾与争斗，他们一直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眼下这些受伤的人都没有提出需要就医，这也就意味着他们自己也不希望监狱方面干预，所以狱警也就连问都懒得问，只想着清点完人数之后，就让这些犯人列队前往监狱。可是让他看到约翰·劳伦斯的脸已经肿成了猪头，便忍不住惊讶地问道：“神父，你这是怎么了？”约翰·劳伦斯听到神父二字，吓得浑身一哆嗦，连忙开口道：“我不是神父，我早就已经没有神职了。”其实约翰·劳伦斯之前很享受被犯人称作神父的感觉，毕竟很多犯人虽然恶贯满盈，但心里依旧有宗教信仰。能在监狱里遇到一个同为狱友的神父，即便知道这家伙的过去不太光彩，但大家也都会多给他几分薄面。可约翰·劳伦斯知道，就是因为自己过去是神父，所以才让叶晨对自己格外不爽，以后一天100个耳光，想想就觉得生无可恋。于是他下意识地低声问那狱警：“能不能帮我换一间牢房？这间牢房我待得不太适应。”约翰·劳伦斯这话刚一出口，除了叶晨之外，其他的犯人都一脸惊讶地看向他。布鲁克林监狱的规矩就是内部事务内部解决，谁找狱警寻求帮助，就是坏了整个布鲁克林的规矩。所以他们都想不明白，约翰·劳伦斯为什么忽然找狱警帮忙？难道找狱警就能脱离叶晨的威胁了？狱警也有些诧异，开口道：“神父，换牢房很简单，可是找狱警换牢房的犯人，到了其他牢房不会受欢迎的。”
之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犯人要求换牢房，结果搞得没哪个牢房愿意要他。换了一圈，挨打也挨了一圈之后，只能又回到原本的牢房。所以我建议你还是不要换的好。约翰·劳伦斯顿时泪流满面，他也知道监狱的规矩，之所以一时冲动提出换牢房，也是因为实在害怕叶晨。可是仔细一想，狱警说的也不无道理，这个监狱里的犯人都不喜欢破坏规矩的人，自己就算换牢房，也一定是不受欢迎的那个。想到这，他只能流着泪说道：“我刚才是跟你开玩笑的，我不换，打死都不换。”狱警拍了拍他的肩膀，随后对众人开口道：“所有人离开牢房，前往餐厅。”一声令下，一众人便排着队走出牢房，与其他牢房的犯人一起前往餐厅。一路上，叶晨一直在留意身边的其他犯人，希望能够在这里见到周彼得，但却一直没有发现周彼得的身影。这一路他见到不少同样前往餐厅的犯人，他们肤色各异，年龄差距也非常大，不过倒是可以看得出来，在布鲁克林监狱，布满刺青、肌肉强壮的帮派成员占了约莫一半。而且叶晨还发现，许多犯人脸上和身上都带着皮肉伤，还有人打着绷带、拄着拐，一看就是被人殴打所致。怪不得狱警看到自己牢房里几人受伤也毫不在意。布鲁克林监狱的餐厅面积很大，能够容纳1-2千名犯人同时在此用餐。狱警将所有人带进餐厅之后，便立刻退到了铁门之外，而后这里就交给监狱的犯人自治。用餐的是犯人，负责给所有犯人打饭的也是犯人。排队打饭的时候，迪恩告诉叶晨道：“先生，在这里用餐是不能随便乱做的，几乎每一个区域都有固定的使用者。南侧靠窗的位子几乎被2个监区的老大以及他们身边的小弟瓜分，像我们只能坐在北侧靠窗，那里虽然晒不到阳光，但视线还算不错。”叶晨问他：“你在布鲁克林监狱有老大吗？”迪恩摇了摇头，回答道：“1区的老大是古斯塔沃·桑切斯，他根本瞧不上我们这些小混混，也不许我们跟2区的老大走得太近，所以我们也不敢跟别的老大，不然的话，我肯定要跟2区老大混。毕竟他本来就是纽约帮派出身的，是我们的老前辈。”叶晨好奇地问：“那个古斯塔沃·桑切斯既然瞧不上你们，为什么还不让你们跟别的老大？”迪恩道：“古斯塔沃·桑切斯的仇家太多，据说他在墨西哥发展的时候，直接和间接干掉的人至少有几千人之多，其中还有不少是他们那里的政府官员。但是墨西哥想找他报仇的人就数不胜数，所以他非常注重自己在监狱里的人身安全。任何人在1区拉帮结派，对他来说都有一定的威胁。所以一旦发现1区有人拉帮结派，尤其是与2区的人联手，他就会下死亡通牒。这家伙在墨西哥有一支自己的武装，谁要是招惹了他，他就杀谁全家，我们可惹不起他。”叶晨点了点头。这时迪恩看着1区入口处，低声对叶晨说道：“桑切斯来了。”叶晨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只见几名棕色皮肤的墨西哥人大步走在最前，粗暴地将两边的人统统推到一边。随后一个身高约莫1.65米，又矮又胖的中年男子面无表情地走了出来，在他身后还跟着好几个棕皮肤的保镖。迪恩对叶晨说道：“桑切斯身边的人都是他从自己的武装里精挑细选的高手，专门进来保护他的。”叶晨对这个桑切斯倒是不以为意，墨西哥的犯罪集团他也接触过，综合下来，与全世界的犯罪集团并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
无非就是比大多数犯罪集团都更加残暴，更加无底线。当初在墨西哥，叶晨曾经连根铲除了一整个犯罪集团。这些目无法纪的武装分子，虽然手段残暴，但战斗力其实并不算强，只是对普通平民有着压倒性的优势而已。在万隆店面前，根本就不够看的。而叶晨这次来布鲁克林监狱，也不是惩恶扬善来的，他只想找到当初吉庆堂那个周良运，也就是父亲老照片上的那位周彼得。至于谁是这监狱的老大，他并不关心。于是他便问迪恩，万事通卢卡斯来了吗？迪恩到处搜寻半天，指着不远处人群中一个瘦小的年轻人说道，那个就是卢卡斯。此时的卢卡斯刚刚走进餐厅，在叶晨后面一边排队打饭，一边与身边的犯人交头接耳。叶晨记下卢卡斯的样子，准备一会找机会跟他聊上几句。而这时候，桑切斯一行10几号人已经在南边一扇最大的窗户边上坐下。桑切斯自己坐在一张靠窗的6人餐桌前，其他人则呈半圆状在他身边的空桌前坐下。叶晨正好奇这帮人为什么没人去打饭的时候，几名狱警与一名穿着厨师衣服的男人推着一辆餐车走了进来。那餐车上方虽然盖着不锈钢的盖子，但里面强烈的香味还是让不少犯人暗暗吞起了口水。餐车直接被推到了桑切斯身边，他的手下立刻上前将盖子打开查看，里面摆着许多精美的餐食，有面包，有沙拉，有冷切的西班牙火腿，有法式蜗牛的汤品，更操蛋的是，还有一块3分熟的顶级牛排，以及一瓶罗曼尼康帝的红酒。叶晨看得吃惊，没想到美帝的监狱竟然这么公然搞特权。桑切斯的晚餐根本就是一道米其林3星级的法餐。此时，桑切斯的手下开始将那些饭菜都端出来，摆在桑切斯的面前。还有一名小弟娴熟地打开罗曼尼康帝的红酒，又从餐车的第2层取出一个醒酒器与一个红酒杯，将红酒倒入其中。叶晨见迪恩看着对方的餐食流口水，不禁问他，这个桑切斯在监狱里一直这么高调吗？对，迪恩嘴巴里的伤口被口水遮得生疼，忍着痛对叶晨说道，从桑切斯进来的那天开始，他就是这个排场，而且那个厨师就是他从墨西哥带来的。据说监狱后厨有一部分是专门给他厨师使用的，他每天的1日3餐都由他的厨师负责。说着，迪恩又一脸羡慕地说道，布鲁克林监狱是联邦监狱，联邦监狱没有夫妻探视的机会，但桑切斯有特权，他每周都有3次3小时的夫妻会面时间。据说他在外面的手下每次都会给他送一些不同风格的美女进来给他享受。叶晨见他羡慕之色溢于言表，好奇地问，你怎么还这么羡慕？你不是搞基的吗？迪恩哭丧着脸说道，先生，但凡我有机会碰到女人，我也不会搞基啊，我这是被逼无奈。要是有人每周给我送3个美女过来，打死我也不会搞基。叶晨微微一笑，没再说话，他一直在留意周围环境。2个监区的人几乎都到齐了，但他仍旧没有见到周彼得。打了一份饭之后，他并没有与迪恩他们去固定的区域用餐，而是走到了后面排队的队伍附近，对卢卡斯说道，卢卡斯是吧？我是安德鲁的朋友，他让我进来找你，说有事你可以照顾我。卢卡斯一听安德鲁的名字，连忙指着角落里一张桌子，对叶晨说道，哥们，你到那张桌子等我，我一会就来。叶晨点点头，端着餐盘来到了那个角落。在布鲁克林监狱，所有的犯人都喜欢凑热闹，极少有人喜欢坐在角落里，所以叶晨身边并没有其他犯人。
几分钟后，卢卡斯端着餐盘走了过来，在叶晨对面坐下，低声问他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叶晨一边吃东西，一边压低声音道：“我听说有个叫周彼得的华裔美国人几个月前被关到了这里，你有收到消息吗？”周彼得，卢卡斯想了片刻，摇头说道：“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确定是被关在这里了吗？”叶晨点了点头，确定，消息来源非常可靠，应该不会有错。奇怪，卢卡斯认真道：“你说的周彼得，我还真的从来没有听说过，而且我那里有新犯人的名单，我每天都会整理更新，但这个名字并没有见到。”叶晨问他会不会被单独关押在这家监狱的某个位置。卢卡斯想了想，认真道：“这个我不敢跟你保证。你既然是安格鲁介绍的，我也不能对你有什么隐瞒。实话告诉你，布鲁克林监狱虽然明面上是联邦监狱，但实际的掌控者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说着，他看向远处正在悠闲地切着牛排、喝着红酒的桑切斯，对叶晨说道：“你看那个人，大毒枭古斯塔沃·桑切斯，他在这里能吃牛排喝红酒，不只是因为他有钱有势，还因为他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有合作。